天我要用冬瓜和豆腐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快要进入夏天的尾巴了，夏天除了可以多吃苦瓜、丝瓜、小黄瓜、酪梨等等的，也别忘记还有冬瓜，也是夏天的好食材。我觉得冬瓜这个食材很特别，它可以做成咸的家常菜，也可以做成甜的饮料，冬瓜茶真的太神奇了，是不是呢？做菜前先来跟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持巴辣妈，让巴辣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、新菜色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巴辣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订阅是免费的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冬瓜和豆腐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块冬瓜，这一块是250克。冬瓜产于夏天，别名有白瓜、整瓜、冬瓜、地枝、水枝，是葫芦科植物。把冬瓜的皮切掉。台湾在每年的4月到10月是盛产期，冬瓜肉饱满多汁，口感清爽，很适合夏日食用，可以消暑降火解渴。冬瓜除了做咸食，也可以做成甜食。大家喜欢咸口味的冬瓜料理，还是甜口味的冬瓜料理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把冬瓜切成细丝。冬瓜属于热量低又富含水分的蔬菜，是夏天解暑气、减肥的最佳食材。不仅减肥的人可以多吃，也很适合老人家食用，不会造成肠胃的负担，因为它的膳食纤维低的关系。把冬瓜放入碗中，放入1茶匙盐，抓腌均匀，让冬瓜脱水。抓腌均匀了，先放旁边静置。准备1块豆腐，把豆腐放进纱布袋里面，挤干水分。豆腐的水分很多，一定要挤干。如果没有挤干，等一下捏丸子的时候会比较不好捏成团，那时候就会要放很多的面粉，口感就会比较不好。因为我想吃到食材本身的原味多一点，所以粉类可以少放，就尽量少放。把豆腐放入大碗中，芹菜准备1根就可以了。先把叶子去掉，切成末状。芹菜可以提香，但也不要放太多，味道太重会喧宾夺主，冬瓜丸子就会变得不清甜了。尽量切细一点，不然孩子们会发现。把芹菜放入盘中，准备30克的腰果，放进阿令多功能电动食物调理机里面。放入1汤匙橄榄油，增加滑顺感。这台可以 USB 充电，可以随身带着走，去露营的时候使用很方便。这道料理放点坚果进来，可以增香，还可以摄取到腰果的营养。腰果富含蛋白质，所以吃素的朋友可以多吃。可以了，准备40克的甜菜根，把红甜菜根切片。放点红甜菜根进来，等一下丸子会是红红的，天然的颜色会很漂亮。接着把甜菜根摆整齐，切丝。换一个方向，切成小碎丁。做丸子，所以要尽量切小丁点。如果太大丁，就很难操作了。把甜菜根放入盘中，冬瓜腌出水分来了，把它挤干。放入腰果、芹菜、甜菜根，1茶匙盐，半茶匙白胡椒粉，花椒粉适量，半茶匙糖，40克中筋面粉。把所有食材拌匀，已经拌匀了，可以来做丸子了。用手指捏出丸子。再塑形一下就可以了。
我换了一个耐热的玻璃盘，放进电锅里面蒸，外锅放半杯水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来蒸。冬瓜丸子在蒸的同时，我们来准备做酱汁的食材。3片的姜，因为冬瓜属于微寒性蔬菜，建议煮冬瓜的时候可以加点姜进来，或是跟温补的食材一起烹煮，平衡冬瓜的寒性。再来10克的枸杞，5片的甘草，我还加一点虫草花，这是娘家妈妈从马来西亚带来的，80克9块9毛钱马币。虫草花它有一点像鸡肉丝的味道，取大约5克，把虫草花剪碎。有些太长没有剪好，可以再挑起来剪一下。放入200cc 的水，要来煮酱汁。姜片放进来，虫草花、甘草，一点点橄榄油，搅拌一下。枸杞先不要放进来，放进来煮久了，枸杞会变酸。大略翻拌一下，现在来调味：半茶匙盐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搅拌均匀，煮至大滚。煮至大滚了，现在转小火，让它慢慢的煮出味道，大概煮5分钟左右。我大概煮了5分钟左右，现在放入太白粉水。让汤汁有点稠度，关火前，现在放入枸杞，大概再煮个1分钟左右。现在可以关火起锅，酱汁煮好了。冬瓜丸子蒸熟了，把它取出来。试吃冬瓜豆腐丸子，今天加了甜菜根，让外表看起来红红的，很漂亮。用清蒸的方式，很清爽，很好吃。虫草花的味道好香哦，好吃。今天就没有用肉的名字取菜名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用肉的名字取菜名。其实啊，因为很多朋友呢，他们也很想接受素食，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，让他们觉得素食呢可以更多的变化，吃素食其实可以不无聊。其实我吃素也很久了，以前我也有聊过，就是我已经忘记肉的味道了。这些素料呢，看起来好像是形状一样，只是它的味道都跟肉没有，就是相差很大，都是蔬菜的甜味。所以推荐给大家这道料理，没有吃素的朋友可以试做看看，很好吃。绵绵软软的，还可以吃到虫草花一丝一丝的感觉。好啦，今天我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还有腰果香，咬到好甜哦。